4500，只差30美元。7月 CPI 亦降温，金价一口气收在 4467.5， 收盘上涨约 0.6%。可就在离4500这道大关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，突然熄火。这波通胀降温带来的利好，到底是突破前的最后一次蓄力，还是又一场把多头骗进场的诱多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点金日记，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。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，星期四，我们一起回顾隔夜这个由通胀数据主导的交易日，再一起看看今晚要面对的下一道关口。老规矩，先郑重提醒一句，我讲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和看法，不构成任何投资、交易或理财建议。市场有风险，你的每一个决定都请自己独立判断，自己负责。在深入之前，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。第一，黄金收在 4467.5， 上涨约 0.6%， 白银更强，收在 65.7， 涨了 1.2%， 两个都是红盘。第二，最大的推手是隔夜出炉的7月 CPI， 通胀降温，缓解了加息担忧，给了金银一口喘气的力量。第三，接下来最该盯的是今晚的 PPI 生产者物价，还有黄金头顶4500这道整数大关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。先说整体的盘面感觉，隔夜这一晚，贵金属市场的情绪可以用4个字形容：利好兑现。市场等了好几天的7月 CPI 通胀数据终于落地，读数不烫手，金银双双往上走。黄金从4440附近一路爬升，最高摸到4470上方，尾盘站在 4467.5 收官。白银则更有劲，从64块9出头一路涨到65块7。你会发现这一天不是那种恐慌避险式的暴涨，而是一种如释重负的上台阶，压在头上的那块加息的石头暂时被搬开了。这里我想跟昨天的判断对个账，做人做分析都得诚实。昨天我反复强调，4500没拿下之前，别急着把反弹当反转，还提醒大家 CPI 才是真正的裁判，而且黄金的动能指标已经逼近超买，上行空间在收窄。现在回头看，这几点基本都应验了， CPI 确实成了当天的主角。数据一降温，金价顺势往上冲，但是它依然没能站上4500，头顶那道坎一次都没真正踩破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一层层拆开的核心悬念。那把镜头拉近，先看黄金自己的这条路。隔夜黄金的运行轨迹其实很清晰，数据出来之前是平息观望，数据出来之后是顺势上台阶，最后停在 4467.5， 跟前一个交易日的 4441.1 相比，收盘涨了大约 0.6%。 别看这个涨幅不大，它的含金量在于位置，金价稳稳地站在4400上方，把这个昨天刚收复的心理关口又坐实了一天。从更大的格局看，黄金现在的处境很微妙，它高高站在50日均线4151的上方，说明中短期的多头趋势还在，但它同时又被压在200日均线4588的下方，这条线才是牛熊的总分水岭。换句话说，现在的黄金像一个爬到半山腰的登山者，脚下有支撑，不至于滑落，但头顶还有一段最陡的岩壁没翻过去。谁在掌控盘面？短期看是买方占优，可真正的主动权要等它带量拿下4500，再挑战4588那一刻，才算彻底交到多头手里。今晨亚洲盘，金价小幅回落到4458附近，这只是数据兑现后的正常喘息，仅供参考，不改变昨天收盘定下的基调。轮到白银，这次它是真的抢了黄金的风头。同样一份 CPI， 白银收在65块7，大涨 1.2%， 涨幅是黄金的2倍。为什么白银这么猛？记住一句话，白银是黄金的高贝塔表亲，它身上有一半是避险的贵金属属性，另一半是工业金属属性，
所以每逢市场情绪转暖，风险偏好回升，白银往往涨得比黄金更急、更狠。这一天就是典型，通胀降温让大家松了口气，资金愿意往更有弹性的品种上压，白银自然跑在了前面。打个比方，如果说黄金是那辆稳稳当当的家用车，那白银就是同一条路上油门更灵的跑车。路况一好，它加速更猛，可一旦路面颠簸，刹车时的甩尾也更吓人。所以白银领涨这件事，本身既是行情转暖的印证，也是一把双刃剑。它涨得比黄金痛快，将来真要回调，杀跌同样会比黄金更狠。我们再用金银比价来量一量这个强弱。所谓金银比价，就是1盎司黄金能换多少盎司白银，比价越低，代表白银越强。隔夜这个数字从前一天的68.4回落到了68，虽然只动了一点点，但方向很关键。这说明领涨的接力棒正从黄金手里悄悄往白银那边递，这是个值得留意的信号。如果白银能持续跑赢，往往意味着这波行情的风险偏好在升温，而不只是单纯的避险买盘。当然，比价才刚从高位松动一小格，还谈不上趋势反转，白银能不能接着领跑，得看它站不站得稳。好，那真正把金价推上去的手到底是谁？答案就在隔夜那份7月 CPI 里。数据显示，美国7月整体通胀同比涨 3.4%， 比6月的 3.5% 又降了一档。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， 同比是 2.5%， 两个数字都跟市场预期基本一致，甚至略微偏软。别小看这 0.1 的回落，它传递的信号是能源和房租这些顽固的价格正在慢慢降温。我把这里面的传导链条一步一步讲给你听。通胀降温意味着美联储被迫在9月继续加息的可能性大大下降。加息预期一降，市场对未来利率的定价就往下走，美债收益率和美元跟着软下来。而黄金是一种不升息的资产，它最怕的对手就是高利率和强美元，因为持有黄金拿不到利息。当别的地方利率很高时，握着黄金的机会成本就变大。反过来，一旦加息的威胁解除，实际利率有下行空间，黄金立刻就轻松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看起来只是符合预期的通胀数据，能让金银同时往上跳一格，不是因为数据多好，而是因为那个最坏的情形，被迫加息，暂时不用担心了。不过这里得留个心眼，同样这份数据，多头会读成加息警报解除，金价该继续上攻，空头却会读成通胀还牢牢卡在 3% 以上，离美联储 2% 的目标还很远，降息也急不来。两种解读都成立，谁对谁错啊？要靠接下来的数据一票一票去投。所以这份 CPI 给的是一口喘息，而不是一张通行证。地缘政治这条线，今天我得实话实说，它暂时退居幕后了。隔夜没有新的重大冲突或突发风险事件来点燃避险买盘，金价这一波上涨几乎全部是由通胀数据和利率预期驱动的，避险的成分很淡。这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涨得这么斯文，没有恐慌情绪的助推，行情就是一步一个台阶，而不是那种跳空式的暴冲。对我们看盘的人来说，这是个提醒，当避险因素缺席时，金价的每一步都得靠实打实的宏观逻辑去撑，一旦逻辑有变，回调也会来得更直接。顺着利率这条线就绕不开美联储啊。现在市场的心思全压在一件事上，9月到底还加不加息？这份偏软的 CPI 等于给美联储松了绑，它暂时不用被通胀逼到墙角，被迫在9月强行加息。对黄金来说，这是实打实的好消息。这里我得再解释一遍那个核心逻辑，黄金本身不产生任何利息和现金流，所以真正决定它贵还是便宜的，不是名义利率，而是实际利率，也就是名义利率减掉通胀之后真正剩下的回报。当通胀在降，
而市场预期利率见顶甚至往下走，实际利率的下行空间就打开了，这对不升息的黄金就是最肥沃的土壤。所以你看，这一整条推动黄金的暗线，从 CPI 到利率预期，最后都会到美联储这盆水里。当下的格局可以概括成一句话：政策的最大威胁暂时解除，但宽松的大门也还没真正打开，黄金就卡在这个不上不下的过渡带里。从技术面来看，黄金现在的关键点位其实非常好记，上方第一道就是4500这个整数大关，这是短线多头必须攻克的堡垒，只有带量站上它，才有资格去挑战在上面那道200日均线4588，那才是真正的牛熊总开关。下方的支撑，第一层看4400这个刚收复的心理关口，这是多头的底线，要是它带量失守，下一个像样的支撑就要推到50日均线4150附近了。所以4400到4500这$100的空间，就是当下多空拉锯的主战场。再来读一读动能，黄金14日的相对强弱指标 RSI， 现在读数是 71.3。 跟你解释一下这个指标，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强弱的，数值越高越超买，越低越超卖，通常70以上算超买，30以下算超卖。71.3意味着黄金已经小幅探进了超买区，这个信号该怎么和开头那个悬念挂钩呢？很直接， RSI 冲进超买，说明短线上涨的动能已经绷得比较紧，继续往上的空间在收窄。一旦今晚的数据不给力，很容易出现获利了结式的回踩。这也正是我说别急着把这波当真突破的技术依据，不是说涨势一定到头，而是提醒你，越接近4500 RSI 越高，这里的追高风险就越大。白银的技术面逻辑跟黄金相似，但它自己有一套更值得盯的位置。上方最关键的压力是66这个去年6月的高点，白银要是能放量站上去，头顶就是70上方，以及200日均线 70.8 那片更大的空间。下方支撑先看64，再往下是50日均线62附近。动能上，白银的 RSI 是 64.8， 还在中性偏多的区间，没有像黄金那样探进超买。这一点很有意思，它意味着白银手里还留着一点余粮，上行的空间比黄金更宽裕。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为什么隔夜白银能跑赢黄金。所以短期内，如果金银还要往上，白银大概率还是那个冲在前面的。说到这儿，我必须泼一盆冷静的冷水，谈谈风险。市场最喜欢在数据日给人上课，今晚的 PPI， 还有随后的零售销售，任何一个数字如果和 CPI 唱反调，都可能让隔夜这波涨势瞬间反转。尤其要警惕数据出炉那一刻的假突破，价格常常先猛冲一个方向，把追单的人套牢，然后再反手打回来。白银这种高贝塔品种，杀伤力尤其大，所以无论你现在是看多还是看空，都请务必保持冷静，控制好仓位，对4500附近的追高格外谨慎。行情越是逼近关键关口，越需要耐心，而不是冲动。风险永远是我们做任何决定前第一个要摆上桌面的东西。那么落到今日关注与后市展望，我给你拆成短线和长线两层来看。先说短线怎么看，今晚到本周有3件事必须盯紧。第一，今晚的7月 PPI 生产者物价，它是 CPI 的先行印证，如果 PPI 也温和，两个数据同向，那降温的故事就更扎实，金价有底气再去扣关4500。可要是 PPI 意外偏热，通胀降温的逻辑就会被打个问号，金价头顶的压力立刻加重。第二，周4到周5还有美国零售销售和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，用来观察消费的冷热和通胀预期的温度。第三，就是点位，上方金价能不能带量拿下4500，进而挑战200日均线4588，是多头的上攻剧本。下方4400是必须守住的底线，
一旦带量跌破，就要小心回踩4150的50日均线。上行看4500、4588，下行看4400、4150，这就是短线的地图。再说长线怎么看？把时间拉长到几个月甚至更久，黄金的大方向其实一直是几股结构性力量在托底，全球央行还在持续购金，去美元化的趋势没有掉头，美国的债务包袱越来越重，再加上实际利率长期有下行压力，这些慢变量都是黄金长期的坚实地基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对照，短线上金价贴着4500的整数关，又压住今晚一个 PPI 数据，是偏谨慎的。但长线上，只要那几股结构性力量不变，回调往往就是给耐心的人补票的机会。短线偏谨慎，长线偏乐观，这两个时间维度可以并不矛盾。那么，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这波 CPI 利好到底是突破前的蓄力，还是又一次诱多？我的判断是，趋势由弱转强是真的，金价站稳4400，动能转正，都是实打实的进步。但要确认真突破，必须同时满足两个硬条件：一是带量站上4500，二是进一步啃下200日均线4588。在这两件事发生之前，我更愿意把它定义为一次强力的修复反弹，而不是主升浪的启动。而今晚的 PPI 就是这场多空之争的下一位裁判。送你今天的一句话记心里：4500不破，就别急着喊突破。最后也想听听你的判断，你觉得今晚 PPI 出炉之后，金价能不能一鼓作气站上4500？评论区打出你的答案，看多还是看空？我们一起见证。最后，我要再次郑重提醒，以上所有分析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和研究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。市场瞬息万变，任何操作的盈亏都由你自己承担，请务必独立思考，谨慎决策，管好自己的仓位和风险。好了，今天的点金日记就到这里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再顺手点亮那个小铃铛，这样每天早晨的第一手金银解读就不会错过。我是小金，我们明天继续点金，明天见。